中场哨一响，41岁的 C 罗站在达拉斯的草皮上，抬手把眼泪擦了。镜头给到他脸上那一下，整个球场都静了。这不是他头一回在世界杯上掉眼泪。4年前的卡塔尔，葡萄牙8强被摩洛哥掀翻，他也是这么哭着走下场的。可这一回多半是最后一次了。他自己赛前就说过，这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。昨天晚上这句话应验了，西班牙1-0把葡萄牙送回了家，也把 C 罗20年的世界杯路画上了句号。咱先不急着评这场球踢得咋样，老马想让你先记住这个画面：一个拿过5个金球奖、进了快900个球的人，41岁了还站在世界杯的场子上，为了一个他这辈子唯一没摸着的奖杯，拼到最后一秒，然后哭着谢场。喜欢他的，烦他的，这一刻可能都得承认，一个时代真要过去了。你说这一晚到底该咋唠？先把这场球一句话说明白。台北时间今儿个早上，世界杯16强，西班牙1-0绝杀葡萄牙，整整踢了90分钟没进球，一直到补时读秒那一下，西班牙一个替补上来的中场叫梅里诺，冷不丁给捅进去一个，一锤定音。葡萄牙就差这最后一哆嗦，4场16强的门槛没迈过去。出局这场球，英文媒体连铺垫都懒得铺了。福克斯体育直接一横大字 ：C 罗，到此为止。可老马要跟你唠的不是这1-0多可惜，是那个把 C 罗淘汰的对手，偏偏是西班牙。这里头有账，一笔压了8年的账，还带着利息。等会儿老马给你从头捋，你就知道命运这个编剧有时候有多会写。先按下不表，咱先把这场球本身掰开揉碎看明白。这场球为啥这么金贵？先给头一回看球的朋友垫一句：现在是世界杯16强淘汰赛。啥叫淘汰赛？就是没有平局这一说，一场定生死，输了当场收拾行李回家，谁也别想赖着。所以 C 罗和葡萄牙是真站到悬崖边上了。带葡萄牙的主帅叫马丁内斯，早年带比利时那批黄金一代，好牌一手，最后一个大赛冠军都没摸着，被人念叨了好几年。这回他手里攥着41岁的 C 罗，压力比谁都大。再看两边的家底，西班牙这支队是本届世界杯最像夺冠热门的一支，到这场之前踢了4场，一个球没丢，4场0封，一个球都没让对手碰进去过，后防跟铁桶似的。更吓人的是他们那批年轻人，18岁的亚马尔、巴塞罗那那个一路过人的边路妖星，还有20出头的佩德里、库巴尔西，一水的天才，正是能接班的岁数。行家都说这是西班牙的黄金一代，奔着大力神杯去的。上一个把西班牙带上世界之巅的是2010年那批哈维、伊涅斯塔，这一茬孩子已经被人拿来跟那支传奇球队比了。葡萄牙这边呢，纸面上也不寒碜。毕费是曼联的中场大脑，费利克斯是这些年葡萄牙一直寄予厚望的天才前锋，好手不少。可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盯着那个41岁的老队长。C 罗赛前跟记者说的原话是：是的，这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，咱们去享受它。他还撂了句更重的：不管明天啥结果，克里斯蒂亚诺离开的时候问心无愧，不是100%，是1000%。话说到这份上，你都明白了，对葡萄牙这是晋级，对 C 罗这是倒计时，哨还没响，味儿就已经不对了。好，哨响，开打。上半场基本是西班牙压着葡萄牙打，控球56%，球大半时间在葡萄牙半场转悠。西班牙那帮年轻人来回倒脚找缝，全场轰出将近20脚射门。葡萄牙就往后收，指望着防守反击偷一个。最悬的一下，在第16分钟，西班牙的亚马尔就那个18岁的小妖，逮着机会一脚射门，眼瞅着要进，葡萄牙门将迪奥戈科斯塔一个鱼跃给挡出来了，球还没死，弹到另一个西班牙球员巴耶纳脚下，补射，科斯塔紧跟着又是一下，2次封堵，硬给摁住了。这一下双扑救是全场最漂亮的镜头之一。老马跟你说，门将这活关键时刻能顶住一下，就能改一场球的命。科斯塔这场前前后后扑了5次，评分给到8.3，妥妥的全场最佳级别。那 C 罗呢？说句实在的，上半场他挺沉的。西班牙门将叫西蒙，把葡萄牙的进攻线看得死死的。C 罗跑了不少，可真正干净的机会几乎没有。你能看出来他着急。41岁的身子骨，想跟那帮小年轻拼节奏，有点力不从心。这儿插一句，有个数据叫预期进球，说人话就是这脚射门按位置和角度算，该有多大概率进。这场西班牙的预期进球快到1.8，葡萄牙才0.6，啥意思？就是西班牙的机会比葡萄牙实打实地又多又好。场面上，
葡萄牙是被摁着的那个，葡萄牙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。毕费几次直塞，想给 C 罗和费利克斯做球，可西班牙的后防线站得又高又齐，葡萄牙的锋线总是差那么半步，零星几下反击也被门将西蒙稳稳摘下。上半场结束0-0，戏肉还在后头。下半场节奏没变，还是西班牙围着打，可就是打不进。你就说急人不急人，机会一大把，射门一次比一次悬。科斯塔又是几次化险为夷，球就是不进。葡萄牙这边死守着0-0，心里估计还挺美。只要拖到点球大战，谁赢谁输还真两说。西班牙主帅一个接一个往上换生力军，费兰托雷斯、梅里诺全压上来，就想在死守的葡萄牙身上凿开一条缝。可葡萄牙的后卫和门将一次次把球挡在门外，眼看着90分钟就要耗光，这场球好像往加时赛拖，补时读秒了。第90分钟出头，西班牙又一次压上来，两个换上来的替补来了这么一下，一个叫费兰托雷斯的在禁区前沿一脚直塞，球从葡萄牙后卫的缝里穿过去，跟上的正是刚才说那个梅里诺，也是替补，他不慌不忙，贴着地一脚低射，球从门将科斯塔身边钻进了近角，1-0，达拉斯全场炸了。西班牙板凳上的人全冲进了场，葡萄牙这边人一下就散了，就差这最后一下，读秒了才丢。葡萄牙全队一下子从希望里被打回了地面。你说残酷不残酷？科斯塔一个人扑了5次，把球队从上半场一直扛到读秒，结果最后这一哆嗦没接住。足球有时候就这么不讲理，你顶住了89分钟，第90分钟破了，前面全白顶。领先没杀死比赛是债，死守没守到最后一秒也是债。球一进，镜头就开始满场找 C 罗。老马得说句公道的，这场球 C 罗踢得不轻松，41岁首发踢满了整整90分钟，3次射门一个没进。面对西班牙那道铁闸，他确实没捞着啥机会。想递给他的球，不是被库巴尔西那帮后卫提前断了，就是被门将西蒙没收了。这不是他状态最好的一场。可你想想，41岁还敢首发，还敢在世界杯淘汰赛跟18岁的亚马尔同场飙，这本身就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别忘了，就是这个 C 罗，本届小组赛对乌兹别克斯坦梅开2度，淘汰赛对克罗地亚1点制胜，几乎是一个人把葡萄牙从小组一路拽到了这儿。中场哨响的那一下 ，C 罗站在场地中间没动，然后他抬起手把眼泪擦了。美国那家体育媒体 ESPN 的原话是，他明显很动情，擦去眼泪，转身冲着看台上的球迷鼓掌致意。这一幕一晚上传遍了全世界。还有一个细节，老马觉得特别有嚼头，等会儿还要专门唠。赢球那边18岁的亚马尔主动走过去安慰了 C 罗，一个刚出道的少年去安慰一个快退役的传奇，这画面搁那儿啥台词都不用配。那 C 罗会不会就此退出国家队的？他赛后没松口，媒体问他，他没给准话，只撂了句那一天总会来的。所以老马这儿也得说明白，他承认这是最后一届世界杯，可退不退出葡萄牙队还没定，咱不替他官宣。老马前面埋了个钩子，为啥偏偏是西班牙？这里头有8年的账，这笔账老马这就给你还。不过还账之前，老马从3数到1，你正好把底下那个订阅给点了。一场不落地，跟老马看世界杯，3、2、1。得嘞，咱把时钟往回拨，拨回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头一场，葡萄牙对西班牙。那场球是 C 罗这辈子在世界杯上最高的那道光。开场第4分钟 ，C 罗造了个点球，自己一蹴而就，1-0。上半场快结束，他又抢点补射，西班牙门将德赫亚手一软，球滚进去，这是第2个。到了第88分钟，葡萄牙还落后1个球。西班牙禁区前沿给了葡萄牙一个任意球 ，C 罗亲自站在球前，一脚兜出一道弧线，直挂死角。3-3，一个人3个球，帽子戏法，在最后时刻硬生生逼平了西班牙。那年他33岁，是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老的球员。那一夜，全世界都在喊他的名字。可你知道最唏嘘的是啥不？那届葡萄牙最后也就走到16强，被乌拉圭淘汰了。C 罗最亮的那个世界杯之夜，到头来也没换来走得更远。你品出来了吗？8年前是西班牙给了 C 罗世界杯生涯最亮的一页，8年后还是西班牙给了他最暗的一页，把他送回了家。更扎心的还在后头，老马给你捋一遍 C 罗在世界杯上碰西班牙的账。2010年南非16强，那支后来一路夺了冠的西班牙1-0把葡萄牙淘汰，C 罗一个球没进回家。
2018年3-3逼平没赢，到了今年又是0-1输回家，3次交手2负1平。C 罗踢了20年世界杯，进球能进6届，记录一大摞，可偏偏对着西班牙这一支，一场都没赢下来过。命运这个编剧啊，你说他会不会写吧？有时候你都得怀疑，是不是有人提前把剧本写好了，就等着主角自己走到这一页。他把 C 罗世界杯的开头和结尾都交给了同一支球队，中间还专门留了个8年前的帽子戏法当伏笔，就等着今儿这儿一下收网。再说回赛场上那个画面，亚马尔安慰 C 罗，我那老马越琢磨越觉着，这场球真正的主角可能不是那个哭着离场的人，而是那个走过去拍他肩膀的少年。亚马尔今年才18岁，巴塞罗那当家边锋，2年前就在欧洲杯上一战成名，如今是全世界最抢手的新星，有人已经把他叫做下一个梅西了。C 罗头一回踢世界杯是2006年，那年亚马尔还没出生呢。就这么说吧，C 罗在绿茵场上摸爬滚打的这些年头，比对面这个对手的岁数还长。而昨天晚上把葡萄牙把 C 罗淘汰出局的这支西班牙，正是亚马尔、佩德里、库巴尔西这批新生代扛起来的。4场球一个不丢，读秒绝杀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西班牙上一回捧起大力神杯还是2010年，这批孩子就想把那座杯子再抱回家。这不是一支来陪跑的队，这是一支奔着冠军来的队。所以昨晚的1-0，面上看是一场16强的胜负，往深了看是足球的一次交接班。老一辈里最能扛的那个走了，新一辈里最亮的那个正站在他对面，还伸手扶了他一把。你说这画面是不是比任何一座奖杯都更像一个时代的落幕？火炬这玩意儿从来不是谁客客气气交给谁的，是新人自己抢过去的。亚马尔们没客气，昨晚就抢了。足球就是这么个轮回，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能永远年轻，可总有那么一个晚上，你会在场上遇见那个来接你班的人。C 罗瞅着这帮孩子，心里啥滋味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20年前，他就是站在别人对面的那个少年；20年后，轮到别人站在他对面。唠到这儿，老马得停一下，好好说说 C 罗这个人，因为你得知道，全世界喜欢他的人有多少，不待见他的人就有多少。夸他的，把他捧成史上第一；损他的，专挑一条戳。世界杯他一个冠军都没拿过，这条是真的。老马前面也说了，得把话说全。C 罗踢了6届世界杯，最好的成绩是2006年的第4名，殿军冠军从来没摸着过，这是他这辈子荣誉簿上唯一的那个窟窿。可老马也得把另外半句给补上，这才叫公道。他是足球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人，从2006踢到2026，20年，届届破门，这记录前无古人。本届揭幕战，他上来第6分钟就破了门，把这个记录焊得死死的。淘汰赛对克罗地亚那记点球，还终结了他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快10年500多分钟没进球的尴尬。世界杯总共进了11个球，出场27次，世界杯是没夺过冠。可欧洲杯他2016年给葡萄牙捧回来过，欧洲国家联赛2019年也拿了5个金球奖，5个欧冠。俱乐部里，曼联、皇马、尤文图斯都留过他的脚印。这几年去了沙特联赛，照样进球如麻，快900个进球，是足球史上进球最多的那个人。损他的人只会念叨淘汰赛10场就进1个球，可他们不说的是 C 罗把葡萄牙这支队愣是一个人扛进了16强。是 C 罗41岁了，还敢首发，还敢跟18岁的孩子拼满90分钟，把一个人20年的坚持压缩成一句淘汰赛没进球，这不公平。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，不该只看他缺了啥，也得看他扛住了啥。这杆秤咋摆，老马不替你定，交给你。末了，老马说回个开头那滴眼泪。C 罗哭不是因为输了一场球，是因为他心里比谁都门清。41岁这道坎儿，世界杯这扇门，这回是真的关上了。一个把胜负看得比命还重的人，走到最后，等他的不是那座大力神杯，是一句到此为止。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掉眼泪。可你换个角度看，一个人能拼到41岁，能在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上首发打满，能让对面18岁的天才主动过来扶他一把，这一辈子值了。有没有那座杯，他都已经是 C 罗了。足球场上能被人记一辈子的，从来不只是举杯的那一下，还有拼到流泪的那股劲儿。这股劲儿 ，C 罗留了整整20年。行了，这场球就唠到这儿，往下瞅，西班牙可没工夫伤感，8强还在前头等着。台北时间这周，西班牙要飞洛杉矶踢8强，对手是美国跟比利时那场的赢家。
美国和比利时之间又是一段旧账，上一届的梁子还没了呢。老马之前专门唠过那一段，感兴趣的翻翻老马那期。八强开打前咱再细说。觉得老马这场讲的还中听，就顺手点个订阅，一场不落地跟着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